大家好，我是会长，欢迎来到 X 前进。每次说到印度，总会有这样的关键词，比如神奇开挂的国度、强奸高发、贫民窟与印度阿三。而上一期视频我们介绍了印度种姓制度瓦尔纳系统的出现，结合社会分工和宗教关联的演化。那么印度种姓制度是怎样影响印度社会的呢？很多人都在痛斥印度种姓制度危害极大，对国家的发展和个人均有影响。可实际情况到底如何？且看本期内容。很多人都说印度人乘坐火车奇葩，有这样的一张照片曾流传互联网：印度火车的车厢顶部车厢外面挂满了乘客，但实际上印度卖挂票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情。说印度强奸高发，可是根据世界组织机构的相关数据，在孟加拉每分钟有6名女性受到侵害，是印度的2倍；在法国每分钟有9名女性受到侵害，是印度的3倍。美国的数据是每分钟15名，南非的数据是每分钟74名。说印度就是贫民窟，那只是因为印度贫富差距大，生活在大城市的市民像孟买、德里和班加罗尔，这些大城市存在大量的中产阶级，他们有很好的工作和职业，而印度有少数富豪，富得让人瞠目结舌。说印度阿三只是因为一部电影的片面代号而已。说了这么多举例，只是希望提醒各位少一点刻板印象，多一些新的认识和交流。回到这个争议最大的种姓制度，上一期我介绍了瓦尔纳系统下代表性的4大种姓，相信各位已经有一个大框架的认知。可是实际的演化，特别是现代社会运行中，4大种姓的分类并非完全的阶层递减，在实际生活中也并非按照如此理论严格划分。因为种姓制度它涵盖的人群实在太大，一个种姓逐步根据它的纯洁度分为若干个小种姓，也被称为次种姓家体。如果一个人是婆罗门，从4大种姓来看，似乎是一个很高的种姓，在这个个体在自己所在的婆罗门瓦尔纳中并没有对应的细分，也就无法体现个体的身份性。于是这种需求导致从瓦尔纳系统中分化出家体。家体是随着现代印度发展而产生的，而种姓制度中一个重要的参考单位纯洁度，它反映了特定的族群从事的行业或职业。每一个家体都有独特的工作，比如多比所代表的家体源自多赫兰这个词，在印地语意为洗衣服，因此多比斯是洗别人衣服的人，而洗涤衣服是不洁的。这个家体在瓦尔纳系统中便是由4大种姓之外的。同时家体又会根据来自不同地方被分为不同的氏族。种姓制度在理论上非常重要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极端。同一个家庭的人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家庭可能不是同一个氏族，所以他们彼此之间也没有那么强的认同感。同时这些不同氏族的同一家庭获得的社会地位也不尽相同。还是说回刚刚的多比，在印度的10个邦中，比哈尔邦的整体识字率最高。旁遮普邦的氏族类禁止结婚，并且他们除了从事洗衣服的职业，还有人从事商店保管，而且已经开始向市区大规模迁移。同时家庭的地位还具有变动性，一个家庭可以通过在社会经济上取得的进步和财富，提高所在制度中的地位。采用素食主义，遵守更多正统的宗教习俗，建造一座寺庙，并以更保守的方式对待女性，这些都有助于家庭的地位提升。很多人都在说印度最大的问题就是种姓，印度有种姓问题，它还能发展吗？它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吗？在某些历史教科书中，种姓是作为阶层社会的一个例子来讲，是这个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基础的证据。但是随着社会不断的演化，种姓制度一直都在演进。在今天，印度人的身份记录里不再有任何关于种姓的记载。印度至今还出现了2位处在4大种姓之外阶层的总统，纳拉亚南和考文德。你可能只听说过印度总理，从来不知道印度有总统，这也是一种新的认知。听说关注订阅我的频道的人普遍都具有智慧和理性，你看还是有些道理吧。回到印度总统，在印度的政治构成中，总统是象征性的领袖，
而实权是在印度总理手上，而现任的莫迪总理便是4大种姓的低种姓首陀罗。不能说现在的印度已经脱离了种姓制度的影响，但是正是由圣雄甘地当年争取印度独立，废除种姓制度，出生的印度宪法之父阿姆贝加尔，他们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先行者，对于废除种姓制度的努力。1947年印度独立，宪法第15条规定，任何人不得因种姓、宗教、出生地而受歧视。第17条以英文规定，废除不可接触制。为了保证低种姓人的教育和求职权利，印度还实施了著名的保留政策，不仅在议会两院为他们保留了一定比例的席位，而且在所有政府机构和国营企业中为他们保留了高达27%的名额。另外，还给低种姓出身的学生一定比例的升学名额。跨种姓婚姻者，政府会额外提供更多的福利保障给孩子和夫妻双方。但是种姓制度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从印度社会中根除，